我每次买东西都只买残次品，价钱越贵的越好，最好还是摔成碎片的。别人都在暗地里骂我是傻子，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提高实力。可就在我疯狂收集损坏的物品时，却失手打碎了大小姐珍贵的玉盏，被罚关进柴房禁14日。管事宋云看着一脸狼狈的我，大小姐发了话，禁食结束后让你去垃圾房当差，这对奴仆来说是彻底断了前途。他本以为我会崩溃，没想到我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谢大小姐恩典。宋云攥紧拳头，先凡有别，二小姐去了仙宗3年，一封家书都没有，你以为他会记得你一个奴仆吗？你就烂在这儿吧。说完重重摔上房门，但他绝对想不到，这样的安排却正合我意。垃圾房安静且有各种损坏的物品，对我而言是个不错的去处。不过得先熬过这禁食的惩罚。3日后，就在我快饿得不行时，二小姐的侍女小彩却悄悄赶来。前2天大小姐看得太严了，我带来的馒头你快趁热吃。可令人诧异的是，我竟拒绝了，明天就能正常解禁。这个馒头还是不吃为妙，以免节外生枝。况且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想求她。小彩，能不能帮我弄到那玉盏碎片？小彩没有多问，答应后匆匆离去。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此时大小姐宋凌雪竟站在角落，将小彩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大小姐，夜晚天冷，回去歇着吧。宋云看着宋凌雪单薄的衣裙，满是心疼，但宋凌雪却面色冰冷。你那天去时，她怎么说的？说是谢您的恩典。恩典倒是条好狗。宋凌雪冷笑一声，转身离去。宋家如今只有她独挑大梁，将来必定是要招婿入赘的。可她信不过外人，而府中只有相貌出众的我让她顺眼。但几次试探被拒后，她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我既然不愿，她就绝不会再强求。殊不知，我即将发生令她意想不到的变化。过了子时，随着我脑中归零的修复次数刷新，我再次用在了残缺的合身拳上，终于将功法完全修复。下一秒，一套呼吸法瞬间传入我脑海。宋家当初只教了我们拳路，并没有这呼吸法流传下来。而最让我意外的是，这呼吸法竟与我前世无意中接触到的先勤练气势的吐纳法有共同之处。我立马盘膝坐起，尝试去捕捉天地间的能量，怎料静坐了2个时辰，我却一无所获。可当我随意扫了眼脑中的面板时，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愣住了。新增可修复大周天行气总纲入门篇。看来我刚才的举动并非毫无意义。次日黄昏，我的禁食刚结束，就被送往垃圾房，里面明明堆积着陈年旧物，我却相当满意。就在我等待修复次数刷新时，屋门竟突然被敲响了。小彩慌张递来一个布袋，所有的碎片都在这里了。我松了口气接下，多谢，恩情容我日后再报。小彩不敢久留，很快便匆匆离去。我关上房门，打开布袋，脑海瞬间涌出一股信息：仙家赠品灵玉盏，若是常年温阳有机会通灵，被你亲手打碎。好在碎片齐全，修复并不困难。可令人意外的是，我却并不打算通过面板修复。这只玉盏是我接触到的最珍贵器具，我还有更大的用处。第2日，我先将垃圾房打扫了一遍，然后上街去买修复材料，直到傍晚才勉强凑齐材料。怎料我刚回到宋府，就听到了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那位数年没消息的二小姐回府了。我对修仙无比好奇，而二小姐是我唯一接触修仙的可能。于是我匆匆赶往主厅，可不知为何，我却在走廊停下了脚步。自己一时高兴，却忘了身份，没有传唤，我根本没有资格踏足主厅。就在我准备放弃冒险进去时，拐角却突然走出大小姐一行人。而最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我只是看了她身边的男子一眼，整个人竟不受控制的低下头。毫无疑问，此人必定是仙门中人。我只好躬身一礼，退至一旁让开了路。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小姐打量我片刻，竟轻叹一声：罢了，妹妹刚才还跟我说起你，进屋说话吧。说完，她歉意看向身旁男子：府内管教无方，秦上仙见笑了。秦风微微摇头，虽然一言不发，但存在感却是强的恐怖。而当我们进入大厅后，二小姐宋凌清竟疑惑看向角落的我，显然有些认不出来了。小人见过二小姐。我恭敬行礼，宋凌清这才点了点头，但却没有多言。我也很识相的退回角落，没有继续搭话。可随着众人坐下，明明是宋家团聚的日子，家主宋通海却偏偏满脸忧愁。凌清啊，你们什么时候走？多住几日会不会耽搁行程？万宗大比为时尚早，还有近10年才开始。宋通海闻言刚涌出喜色，怎料宋凌清却突然话锋一转：但明日就要动身，大比所在的地域太过遥远，还要留出供我修行的时间，10年只是勉强够用。说着，他眼中浮现一缕担忧。各宗真传的行踪都是绝密，若非我一直央求，秦师叔根本不可能带我回府，还请父亲保密。宋通海摆手一笑：我已经下了封口令，你安心修行，为宗门争光。闻言，宋凌清眼中的愁色淡了不少，而秦风全程惜字如金，没说半句话，直到天黑，众人才吃完饭离去。然而我回去后却失眠了，刚才我得到的信息不多，宋通海似乎有着某种忌讳，并未过问宋凌清在仙宗的饮食起居，而宋凌清也并未提及。正当我郁闷不已时，门外竟突然传来二小姐的呼唤，我心跳有些加速，没想到刚刚错失的机会竟再次出现在我眼前，而她也说出了找我的真正目的：念你服侍了我数年，你可有心愿？今日我帮你了了。我目光瞬间大亮，正要开口讨回自由身，却突然闭上了嘴。跟仙门隐秘相比，眼前的困局根本无足轻重。于是我开口道：小人想要一些仙门典籍。谁知宋凌清却是眉头一皱：你身上没有仙骨，根本不能引灵入体。万贯家财和娇妻美妾，这些才该是你一个奴仆最想要的东西。怎料我接下来的话竟让他满脸意外：我不要修仙之法，只要与仙门有关的任何典籍都行。宋凌清忍不住提醒：有些东西你知晓了却无法触及，可能会是一生的痛苦。但奇怪的是，听到他的答复，我却是心头一松。看来这些东西
西并不是重要隐秘，是能够告诉我的。于是我认真道，我只是想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别无他求。好，宋林清点头应下，最终给我留下了4本典籍，可他却不知道这个决定，竟差点把我害死。宋林清走后，我将今天的修复次数全用在了大周天行气总纲上。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过要修仙之法，而是将希望放在了先秦炼气法上。既然仙宗的宋林清认为我修行不了，那就肯定无法修行，不必浪费精力去钻研。果不其然，当我翻阅那些典籍，才得知修行需要以仙骨作为媒介，接纳天地灵气才能进入养力境，可活150多岁，养力到了极限，丹田生出法力就进入了灵泉境，寿命能过300。我一直看到天亮，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典籍，心中越发的期待先秦炼气法是否也能如此。殊不知一场天大的危机也在等着我。就在宋林清离开不到2日，广云王竟突然送来了一车的厚礼。虽然宋家处在广云王的封地上，但他们之间明明没有任何往来，为何突然送上厚礼？紧随而来的还有各个世家帮派的礼单。原来是宋林清回家的消息走漏了。大厅中，宋通海愤怒看着各种礼箱，消息传得这么快，必然是宋府中有了内鬼。宋云，彻查！我授你灵机决断之权，若证据确凿，直接打死喂狗。诺。宋云躬声应下，起身离去。而对于外界这些风波，我并不关心，我的心思都放在了修复玉盏上。随着我用专门调制的新漆将拼好的玉盏重新刷了一遍，下一秒，我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提示：你耗费心力将玉盏修好，技巧有了进步。看着修复师一栏的32点经验，我眼中闪过一丝喜色。每日5次的修复次数实在太少，所以我必须提高修复师等级。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平日冷清的垃圾房却来了位不速之客。宋云短短几日就抓了6人，很快就查到了我所在的垃圾房。他原本只是走个过场，却没想到会有意外收获。那几部典籍被搜了出来。那日宋林清走得匆忙，没有特地告知家里，而以我的身份，不可能接触到这种典籍。于是我再次被关进了柴房。宋云将此事以及我近日的动作全部上报宋凌雪。宋凌雪一脸阴沉地看着我：你为何这几日总往外跑？你在府外还有熟人吗？我如实说出自己只是想买些材料，修复玉盏将功补过。说完，取出崭新的玉盏，双手奉上。宋凌雪面色稍缓，收起玉盏，再度将话题扯回正轨。那些仙门典籍从何而来？我照实回答，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宋凌雪神色诧异：你为何不趁机要一笔金银赎身，或者是灵丹延长寿命？怎料我的回答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小的自幼父母双亡，是宋家给了我活路。说着，我抬头望向宋凌雪。小的将仙家玉盏打碎，罪该万死。大小姐人善，留我一命。小的自当知恩图报。在我看来，我的前身是有些不识抬举了。大小姐要留他在身边做事，他却3番5次推辞。大丈夫能屈能伸，面子值几个钱？此时宋云看着面色诚恳的我，心头警兆狂闪，这绝不是他认识的我。他连忙望向宋凌雪，果不其然，宋凌雪目光已经柔和了下来。一时间，宋云汗流浃背。以前的我就是个空有其表的将主，从未让他有过这种威胁感。这次竟是真的让我学乖了。罢了，事情既已说清，此地没你的事了。宋凌雪摆了摆手，既然是我妹妹给你的，那几本书你便留着吧。大小姐明鉴。我松了口气，正要转身离开，却被她突然叫住，自己去账房领20两银子，算是赏钱。我躬身一礼，多谢大小姐赏赐。见我没有拒绝赏银，宋凌雪看我又顺眼了几分，再度开口：你这手艺埋没了，可惜，搬去府库吧，那里正好有些古玩要修补，丽银给你涨1倍。谢大小姐。我目光大亮，宋家的珍宝全放在府库。次日天刚亮，我就迫不及待前往府库。怎料路过大门时，耳边却突然响起轰鸣巨响，可不知为何，我明明十分好奇，却偏偏头也不回地赶往府库。不必要的好奇只会惹来麻烦，这种情况还是少过问为妙。果不其然，当我刚来到府库，前院就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宋府搭起了擂台，宋凌雪要与人比武了。原来1个时辰前，广云王带着儿子赵继昌来联姻，本以为能靠权势逼迫宋家，没想到宋凌雪得知后却不屑道：能打不我，再论嫁娶。宋凌雪习武天资高已不是秘密，但广云王从没想到竟会这么高，仅出了2招就轻易赢了赵继昌，这让他忍不住感慨：令千金这武道造诣，距离宗师境不远了。王爷过奖，还需多加磨练。宋通海微微摇头，眼中却是掩饰不住的满意。如今2女儿已入仙门，他身边就这么一个大女儿，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她嫁出去。广云王的联姻，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没想到广云王却突然话锋一转：不过你家那只雏凤似乎被不少人盯上了。幻灵宗真传下山的消息，四方诸国都已经开始流传。随后广云王轻声说了句奇怪的话：雏凤身边有护道之人，你们宋府可没有仙家坐镇。宋通海没有答话，仿佛是受到了惊吓。广云王淡淡一笑：如有麻烦可传书于我，至少大周境内还没有人敢动赵氏皇亲。说完迈步走出宋府。可奇怪的是，当宋通海将广云王送走后，原先的惊慌竟全部散去，冷着脸回了书房。宋凌雪见父亲脸色难看，一时间有些不解，爹爹为何要动怒？然而宋通海的面色却更冷了。广云王这是以势相逼，想迫使我将你嫁给他儿子。宋凌雪忍不住皱眉，实在不行，我便嫁入王府，不管怎样都是要成亲的。怎料宋通海却冷哼一声：你当王府是什么好去处？若真有仙宗要动我宋家，他广云王敢放一个屁？是女儿没用，没能进入仙宗，会对爹爹教导。看着女儿一脸黯然，宋通海心头一软，我宋某怎能拿女儿换平安？宋家从来没有跪着求生的子弟。说到这，他眼中杀机闪烁，有牛鬼蛇神过界，敢来一个，咱爷俩就杀一个。
与此同时的洛风城外，赵继昌低垂着头，孩儿无能，让父王丢了面子。然而广云王却毫不在意，面子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大丈夫何必叫一时长短？这宋家血脉真是异于常人，不到300年出了2位大宗师，还有一株仙苗，如今又要多一位大宗师。说着，他眼睛微眯，我而且安心，此女迟早是你的。如此血脉若进了赵家，生出有仙骨的后代几率必然很大。转眼10余日过去，宋府表面上一如往常，但身在府库的我却嗅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味道。最近常有马车载着从府库搬出的木箱，不知去往什么地方。虽然觉得奇怪，但我并未多想，将心思全落在大周天行气总纲上。直到某天，入门篇终于修复完成了。下一秒，大量的信息涌入了我的脑海。正如我所料，行气总纲并没有仙骨的桎梏，人人皆可修行，但修行的快慢却与悟性有关。我立马来到庭院中盘膝而坐，尝试采纳月色光华。只是片刻功夫，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清凉气息自头顶入体流向四肢，直到我再度睁开眼时，已接近中午。18周天运转完毕，我周身劲力暴涨了1倍不止，还有一股真气在经络中流淌。这还只是初步练气，只有修炼100日后，真气在经络中流淌。这还只是初步练气，只有修炼100日后，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炼气士。然而留给我的时间却不多了。此时的一间偏房中，宋云正双目紧闭躺在床上，身上绑缚着布带。宋凌雪推门而入，爹爹，到底怎么回事？宋云在哪里受的伤？城门口受了暗箭。宋通海沉声开口，暗箭自100丈之外而来，能拉开这种强攻的必然是宗师。闻言，宋凌雪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这是在警告爹爹，如今洛风城只怕已经出了变故，要不先行召回城内各处的主事。怎料宋通海却神色平静，我宋家还不配那些仙宗亲自动手，出手之人应当是受了指使，目的就是逼我们向林清或幻灵宗求援。说到这，宋通海似乎做了个重要决定，目光突然一冷，凌雪，今夜你随我出府。到了第2天早上，我来到街上，准备买些干粮以备不时之需。可诡异的是，即使我手里拿着银子，也根本买不到任何粮食。粮店的借口五花八门，总之就是不卖。我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这是有人在针对宋家。于是我走进了一家彩通店，换掉仆役外袍后，才顺利买到粮食。而回到宋府后，午餐也比往日少了许多，只有3个馒头1碟小菜。就在我以为宋家的处境要恶化时，我却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夜之间，城楼上挂满了人头。最关键的是，其中还有一名宗师级人物。宋通海作为地头蛇，自然嫌疑最大，但却无人敢说。即便是官府也保持了沉默。而那些人头带来的影响，我也很快就感受到了。我的晚餐不仅恢复了正常，甚至比往日更丰盛了，多了5斤羊排和2斤牛肉。这顿饭虽然让我的紧张散去了一些，但我却不敢放松修炼。在拥有足够的力量自保之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而我也需要找个趁手的兵器防身。于是次日中午，我前往了武库，挑了许久，最终选中2根铁剪。这种铁剪势大力沉，特别适合我这种力气大的。而府库被搬空后，手背大不如前，这对铁剪被我顺利带回了住所。接下来的几日，我清晨练气，白天在府库修复物品，等夜深人静，再拿铁剪出来熟悉熟悉。本以为日子已经平静下来，直到有一天，宋凌雪突然对我叮嘱道：“近几日在府内安心待着，哪里也不要去。”我心头一动，点头答应。宋凌雪不会无缘无故说这番话，显然是得到了什么消息。可万万没想到，变故来得比我预料中的快得多。次日午夜，我正要运转大周天修行，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喊杀声。我立马拿出铁剪握在手中，思考着进退问题。此时宋府后院的偏房中，宋云猛然睁开眼，听着耳边传来的喊杀声，一时色变。就在他强行运起翻身而起时，小彩却突然慌张赶来：“你现在还不能动，回去躺着。”中院已被几个镖师带人挡住，这几日都是他在照顾宋云，没人比他更清楚宋云的伤势如何，稍有不慎就会心脉崩断。怎料宋云却推开小彩开始穿衣：“小姐呢？”小彩无奈收回手，家主就在小姐身边，而且小姐的武功比你还厉害，你不用过于担心。可不知为何，宋云沉吟了一阵，竟突然目光一凝：“府库那边有人去了吗？”府库都已经空了，自然不会有人在那里厮守。然而听到小彩的话，宋云瞬间面色大变，立马提剑大步离去。与此同时，我正皱眉盯着府库大门，就在我准备跑路时，身后竟突然传来宋云的声音：“跟我走，我护你出去。”说着，他向着府库大门而去。然而我却面露古怪：“你是来救我的吗？”宋云脸色苍白：“别废话，快走。”我强行运气撑不了多久，他知道我若是死了，大小姐必然会难过。怎料他话音刚落，府库大门却轰然倒塌，一道人影持剑缓缓走来，剑锋上吞吐着肉眼可见的剑光，这让宋云的面色更加苍白，内气显形。这已是半只脚踏入宗师的高手，即便是他全盛时，跟此人也难分高下。快走！宋云一声怒喝，猛然回身，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身后却只有空荡荡的院墙，我已经不见了踪影。他有些神色恍惚，再次望向府库大门，一道熟悉且又陌生的背影映入眼帘。下一秒，我瞬间来到那黑衣人面前，恐怖的压迫感猛然展开。黑衣人明显愣了一下，下意识正要后退，耳边却突然响起凄厉的破空音。他匆忙提剑招架，只听当的一声，我的铁剪狠狠砸上了剑脊，包裹在剑身上的内气瞬间溃散。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在刚猛的巨力下，剑身瞬间弯成了90度，重重砸上了他的身躯。随着清脆的骨裂声响起，黑衣人被狠狠砸飞，撞塌了半边院墙。然而我却没有停手，踏步追上，再度抡起铁剪迎头砸落。一时间，仿佛烂西瓜轰然炸开。宋云有些懵了，2下就打死了一位宁气大成者，就算是宗师也不过如此。最诡异的是，我出手时，他明明没有感受到任何内气波动，于是他忍不住开口：“你什么时候成了宗师的？”然而我却只是随口回道：“我天生神力。”宋云满脸诧异，正要张嘴说什么，心口竟突然一痛，双眼一黑瘫倒在地。我连忙上前伸手一探，指尖竟传来散乱的脉象，几乎与死脉无异。可就在我以为他没救时，我脑中的面板竟突然涌出一道信息：当前可修复
宋云胸前有一处致命剑伤，强行运功导致濒临死亡，这让我瞬间愣在当场，居然连人都可以修复吗？我来不及多想，立马将今日刷新的修复次数试探性的用了2次，果不其然，宋云的脉象开始趋于平稳，虽仍是重伤之躯，但已无性命危险。算你命大！我一声低语，将他塞进床底，小心藏好，随后赶往前院。怎料我刚跨过一个院子，就迎面撞上了2个黑衣人，我们双方都是一惊。可奇怪的是，我们互相打量了一阵后，又都各自放下心来。在我看来，眼前2人的元气浓度还比不上刚刚被我打爆的那位武师，而在2名黑衣人眼中，我脚步沉重，明显是还没凝气的。长得倒是人模狗样，待爷爷割下你的面皮制成面具，也不算浪费你这张脸。我听后没有开口，猛然跨步上前，抡起铁剪狠狠砸下，同时伴随着凄厉的破空声，竟然是外功高手。黑衣人们瞬间面色大变，做出了跟之前武士同样的反应，提刀想要招架，而结果也同样被我打爆头颅。但做完这些，我并没有停下，反而赶到了演武场。此时场中已经乱成一片，各处都有人在交手，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家主宋通海，他正被3名宗师围攻，但却未见败相。而一旁的大小姐宋凌雪同样醒目，身旁围攻的足有6名黑衣人。就在宋凌雪快支撑不住时，宋通海竟硬生生受了宗师一掌，突然回身劈出一道剑气，瞬间斩下1名黑衣人的首级。虽然宋凌雪的压力变小了，但宋通海却逐渐落入下风。可不知为何，我见状却没有选择出手。如今战局还能勉强维持平衡，若是我贸然插足，反而会弄巧成拙。随后我环顾演武场，一个神秘的计划很快在脑中形成。只见我悄悄挪到角落的弓箭场，但奇怪的是，我只是提了一桶羽箭，却没有拿弓，反而将箭头一一折断。我并不熟悉射箭，可飞镖却在前世的职业赛中得过奖。随后我抓起一把箭头，猛然投出了5枚。围攻宋凌雪的几人刚听到声音，就瞬间倒下，小心暗器。3位宗师很快反应过来，立马用内气护住全身，同时四处扫视，很快就发现了角落的我。可不知为何，我神色非但没有惊慌，反而一把拿起身旁的长枪，紧接着身躯猛地向后倾斜，全身肌肉瞬间胀起。下一秒，长枪脱手，仿佛闪电划过长空，扑面而来的苦苦杀机，瞬间让3位宗师脸色大变。他们正要抽身后撤，没想到却被宋通海抓住了破绽，剑气横扫打乱了他们的步伐。与此同时，长枪也追上了其中一位宗师，裹挟的巨力轻易击碎他的护体内气，将他死死钉在了围墙之上。快撤！余下的2位宗师肝胆俱裂，足尖一点向外掠去。怎料他们的身影刚消失，我竟突然软倒在地，自己的精气神全凝聚在了那一枪上。宋通海深深看了我一眼，却没有上前，而是召集众人开始清理院子。反倒是宋凌雪走到我身边，神情有些恍惚，开口：“这些人是你杀的吗？”“都是我干的。”我点头承认，语调比以前少了3分恭敬。如今我离100日炼气才完成1/5，就已经能强杀宗师。等我踏入灵变境，实力还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旁的宋凌雪忍不住抓住我手腕，片刻后更加诧异了，竟然真的没有内气。那你这身气力怎么来的？修行龙虎身后，我就感觉气力大了很多。我强行解释，这段时间宋凌雪对我越发偏爱，不仅给我提供补药，甚至将宋家的龙虎身功法传给我。我索性将异常全部归结于龙虎身，毕竟这个世界没有炼气士的存在。然而直觉却告诉宋凌雪，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就在他思索着哪里不对劲时，府外却突然响起了马蹄声。直到此刻，洛风城内的魏军才姗姗来迟。宋家主，恕我等来迟。那些贼子呢？为首的罗偏将明明只是刚凝气，却对宋通海没有一丝恭敬。本以为宋通海见状会发怒，没想到他竟神色如常，开口：“贼子已经退走，多谢罗偏将深夜救援。”然而罗偏将接下来的话，却瞬间激起宋家武士们的愤怒，还请宋家主将贼人的尸身交给我，我集中焚烧，以免城内生出异病。这是在抢人头拿去领功，更何况从这些尸体上，说不定能查出背后指使。官府此举有包庇贼人的嫌疑。可奇怪的是，宋通海却依旧神情平淡，有劳罗偏将了。家主发了话，武士们只能默默忍了。一群魏军大摇大摆地进了宋府，将黑衣人的尸身全部带走。而我看到罗偏将的态度，却恰好印证了我此前的猜测。宋家现在的处境，有官府在背后推波助澜，这让我瞬间头大。尽快跑路似乎成了我的最佳选择，但我绝对想不到，跟我同样头大的还有罗偏将、秉城主。宋通海好像未曾受伤，而宋凌雪也没什么大碍。袁城主听后微微皱眉，似乎有些失望。罗偏将忍不住疑惑开口，敢问城主为何要如此针对宋家？官府与宋家已经相安无事多年，怎料城主却不耐烦地摆摆手，哪来那么多话？不该问的不要问，下去吧。然而罗偏将却脚步未动，恕末将多嘴。宋家二小姐终究是仙门的人，若是做得太过分，我们怕是担不起这个责任。若是您得了什么消息，能不能告知末将一二？可不知为何，城主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突然低语道：“网云王看中了宋家大小姐，有意为世子内妃，这是在逼宋家低头。然而城主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招惹了一个恐怖的存在。”次日清晨，我边吃早饭边沉思，就在我纠结是去是留时，宋凌雪却突然坐到我身旁：“吃饱了吗？要不要再加点？”我咽下口中的包子，摇了摇头。想到这段时间宋凌雪给我补药和功法上的帮助，我就忍不住心中轻叹，欠着人情只顾自己逃命，这种事我做不出来。但若带他一起走，像昨晚那样的追杀必然层出不穷。然而一想到昨晚，我就突然有些疑惑，自己好像还忘了什么事情。就在我皱眉思索时，库房内却突然传来了动静。看着踉跄走出的宋云，我这才反应过来忘了什么事情。一时间我有些惭愧。宋云拖
拖着重伤之躯来救我，我却让他在床底过了一夜。我正要向他道歉，一个惊人的消息却突然传来，原城主和罗偏将死了，人头被挂在了城主府前。这个消息瞬间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大周官府的公信力几乎崩溃。不到1日，就有百姓拖家带口出逃；不到2日，消息就横跨万里传入了大周皇洞。混账！金銮殿上，皇帝龙颜大怒，这是在公然挑衅皇权。圣上息怒，此等贼人务必要尽快擒拿。大臣们纷纷开口谏言，皇帝也很快恢复了冷静，立马下令派遣500朱雀卫进驻洛风城，半月内查清事情始末，将贼首押到京都。另外，令广云王速来见朕。此时的广云王还不知被皇帝电击，正皱眉坐在书房喃喃自语：“本王倒是小瞧了宋通海。”一旁的赵继昌不免有些吃惊：“父王，您的意思是袁兴才跟罗望是宋通海杀的吗？”然而广云王却轻叹一声：“这并非你想的那样简单。此事或许会惊动仙门，但这件事无论是不是宋通海做下的，他都惹上大麻烦了。”见儿子似懂非懂，广云王正要解释，王府外却突然传来一声长喝：“圣旨到！”广云王闻言眼睛微眯，收拾，准备随我去面圣。但令人诧异的是，广云王刚赶到皇宫，竟被皇帝狠狠抽了一耳光：“你太急了，那宋家二女儿宋灵清可是上统仙女，若她从万宗大比中活下来，发现宋家灭族，你后面该如何收场？”可万万没想到，广云王竟无奈摇头：“皇兄，我可没有对宋家动手，我只是叮嘱那城主不要多管闲事。”皇帝满脸诧异：“此话当真？”广云王捂着脸：“季昌是我骨肉，我不会让他娶个背负家仇的怨妇回家。”见他神色不似作为，皇帝这才微微点头：“如此就好，收起你那些心思，不要再插手宋家之事，这其中有很多隐情，不要给自己招祸。”这顿时勾起了广云王的好奇：“皇兄能否示下？”皇帝缓了口气，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3000年前，曾有位宋姓天君踏过了真仙之门，其祖籍距我大周不足100万里。朕查阅过诸多资料，附近的国度都存在宋姓世家，而他们有一个惊人的共通之处，族内基本都曾出过仙苗。广云王面色巨变，这么说宋家可能是天君之后，这未免太过惊人。仙门也只是一群修仙之人，但天君却是真正的仙。然而皇帝却摇了摇头：“你也不必想得太多，朕查询宋家血脉是另有打算，你就不要掺和其中了。”说完，他转身踏入殿内。广云王愣了片刻，若有所思地离开了偏殿。另一边的洛风城中，由于没了城主，无数百姓逃离出城，这明明是离开的最好时机，我却偏偏按部就班的修行。如今距离百日炼气只差70日，我应该能拖到朝廷查清案情，而宋灵雪每日都跟着我寸步不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没有提出要走，他也未曾开口，似乎有了种无言的默契。本以为能一直这样平稳下去，直到有一天，宋通海突然找到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怎料他一开口，竟直接让我愣在当场。我有意将灵雪托付给你，你二人尽快远走高飞，我留下为你二人争取时间。我连忙摆手：“家主不必着急，在朝廷查清事情之前，我们或许还有些时间。”可他接下来只是说了一句话，却瞬间把我吓坏了：“你觉得那2人是谁杀的？”看着宋通海平淡的脸色，杀那2人的凶手不言而喻。一瞬间，我只感觉无比头疼。杀官，这是要造反了。跑路似乎又成了最佳选择，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现在走就是畏罪潜逃，朝廷会直接下发追杀令，甚至可能会惊动仙门。就在我思考着如何拖到百日炼气时，却突然想到最关键的一点，于是试探性开口道：“家主可知这大周背后的仙门与2小姐的幻灵宗关系最大？”但出乎意料的是，宋通海竟摇了摇头：“大周背后没有仙门，不过赵家在各大仙门中都有仙祖，可不知为何。”听了宋通海的话，我反而放下心了。7日后，随着一队铁骑进入了洛风城，城中所有的武道中人都被强行带走。不久后的城主府中，大都统黎明州扫视着众人，突然一声大喝：“宋通海！袁兴才以及罗望生死时你在何处？”宋通海如实回答：“那夜家中刚刚遭劫，草民也受了伤，应当是正在处理伤口。”黎明州打量了他一眼，沉声开口：“脱衣！”宋通海听后脱去上衣，身上疤痕遍布。可奇怪的是，黎明州只是看了2眼，就摆摆手：“下去吧。”而对于宋府其他人，他也并未多问，很快就放了人。这么轻易就放人了吗？知道内情的众人满脸疑惑。那天罗望抢走了黑衣人的尸骨，宋通海怀恨在心而动手杀人，明明作案动机与时间都有，究竟是什么让黎明州放人的呢？就在众人百思不解时，黎明州却突然对我一指：“你留下。”很快大厅内就只剩下我和黎明州。然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要收我为徒。原来黎明州眼力极为老辣，一眼就看出了我没有内功，却天生神力，很适合做他的衣钵传人。我心中无奈，这黎明州虽然是大宗师，但等我百日炼气后，打败他甚至只用单手。不过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皇族赵家在各大仙门中都有仙子，为了谁都不得罪，对宋家的态度就会偏向中立。黎明州只是来做样子。正当我分神之际，黎明州却突然向虚空一按，一掌落下，3尺厚的石墙竟轰然崩塌。他缓缓收回手，这是我偶然得到的一式散手，天下应当只有我一人会，拜我为师，我传你。但他绝对想不到，我此刻的心思已全被面板所吸引。5阶神通玄天印第3式，出自一位神灵之手，共分9式，对于你而言修复极为困难。5阶是什么概念？比修复圆满的龙虎身还强1阶，只比大周天行气总纲低了1阶。最终我还是委婉开口，多谢都统今日指点，但人各有志，还请都统勿怪。说完缓步离开了城主府。得到这玄天印第3式，已是不虚此行。到了夜晚，就在我复盘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时，竟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猜测：朝廷这个中立态度，足以说明那一夜袭杀宋府的人与朝廷并无什么关系。如此一来，那就与尹
是仙宗有关。我正要擦拭额头冒出的冷汗，怎料屋顶却突然响起一阵轻响。我猛地抬起了头，屋顶有人，而且还不止一个。我立马拿出铁剪握在手中，仔细捕捉着每一丝动静。随着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十几道流动的气出现在我的感知中。房顶有4人，而屋子四面都有人把守，其中有5人已入宗师之境。很显然，这次是专门冲着我来的。我目光一凝，脚下猛地一踏，拔地而起，抡起铁剪狠狠砸向屋顶的横梁。4寸厚的木梁应声而断，整个屋顶瞬间倒塌。陈年老灰被卷起数丈高，立马遮住了四周扫来的目光。原先屋顶上的几人下意识跃起，但四周尽是尘土。可诡异的是，此刻明明什么都看不清，我却偏偏闭上了双眼，开始感知敌人的行迹。距上次一战已过了7日，我又增长了1000斤之力。正当一位宗师在尘土中搜寻我时，耳边却突然响起一阵破空音。下一秒，我的铁剪重重落下，他瞬间被打成了一滩血。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我直接用尽全力掷出铁剪，狠狠砸向了空中的2道人影。半空中的2人根本无法躲闪，被铁剪砸飞了10余丈，落地时已没了气息。转眼间，屋顶4人已亡其3。然而我正要喘口气，没想到其余的宗师竟同时出手，一股股狂风猛然扫过，瞬间在我身上留下血痕。可诡异的是，我伤口处的血肉竟一阵蠕动，很快便止住了血。我的龙虎身已炼至大成，体魄早已不似常人，是横炼宗师，用暗器。其中1人刚喊完，下一刻无数暗器就朝我射来，我立马一头撞碎府库砖墙，踏入存放武器的库内，紧接着数杆长枪飙射而出。转眼间又是5人丧命，四周很快传来了动静，家主和大小姐闻声赶来，然而2人都有伤势在身，很快就落入了下风，而我则藏身于兵器库中寻找机会。在余下的4位宗师有心提防下，我扔出的长枪根本无法造成威胁。就在局面僵持不下时，2道流光突然划过夜空，瞬间撞上了2位宗师，当场将他们炸成了血雾。随后大都统黎明州缓步走来，面对大宗师，这些宗师根本没有反抗之力，不过几个呼吸，余下2人便被生擒。多谢都统出手相助，家主宋通海语带感激。然而黎明州却并未理会他，而是上前撕开那2位宗师的伪装。怎料看清1人的面貌后，宋通海却突然皱紧了眉。殷平，你怎会在此？这是他早年在北岩郡结交的豪杰，那里距离宋家有8万里，2人几乎是8竿子打不到一起。宋通海深吸了一口气，你我并无仇怨，你究竟是受了何人指使？能否告知一二？然而殷平却低垂着头，一言不发。但另一位宗师竟猛然开口，我等也只是听命行事，要杀便杀，你们也就比我多活一段时日。怎料他话音刚落，黎明州就猛然探出手指，随后指尖发力，将那人舌头直接连根剪下。此人我带走，正好要跟圣上交差。黎明州说完，瞥向一旁的殷平，圣上会昭告天下族此人9族，并将其千刀万剐。你若说能死得痛快些，而你身后的家族也会没事。宋通海也沉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殷兄，你我也曾有过一面之缘，望能解惑。终于，殷平嗤笑一声，说出了实情。北国仙门夜光阁递出的话，命我来此，为的是逼你向幻灵宗求援，从而试探幻灵宗的态度。接着殷平严肃道，我建议你广发信鸽传给幻灵宗，这样夜光阁自然知晓，你宋家可保数月平安。但数月后，若幻灵宗一直没有反应，来的就不会是我们这些肉骨凡胎了。殷平说完，抬头望向黎明州，敢问大人，刚才说的话可算数？黎明州没有开口，微微点头，多谢大人开恩。殷平叩手道谢，并当场自断了心脉。最终，宋通海还是听了殷平的建议，写下了求援信。次日一早就放出了数十只信鸽，如果幻灵宗没有反应，那便可以准备后事了。而另一位宗师也被押送出了城，百姓们纷纷夹道相送，对于大州官府又恢复了些信心。行至城外，黎明州突然回身，望向人群中的宋通海，传音道：若再有下次，我必斩你。宋通海神色不变，俯身行大礼，谢离大人，大人一路平安。随着朝廷密卫的离去，洛风城很快恢复了平静。黎明州此行已表明了朝廷的态度，保持中立，两部相帮，对于宋家而言是难得的好消息。现在这种情况，幻灵宗的反应变得尤为重要。然而宋通海对此却不抱希望。事情发生了这么久，幻灵宗不可能不知道宋家的处境，但一直没有反应，这已足以说明一切。想活下去，只有自救。于是，在黎明州离开的第2天，宋通海找到了我，提出出城走镖的打算。我听后满脸疑惑。如今虽没有人再度袭击宋府，但洛风城4周必然被暗中封锁。然而宋通海显然下定了决心，我与你还有林雪各领一队镖师，分3路出城，若成功脱身，就在大州东南边境处会合。我虽然清楚出城的风险很大，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正好试探一下4周还藏着多少力量。一直坐以待毙并非上策。随后我很快打点好行李，可就在我准备抓紧修炼时，院外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宋凌雪带着宋云踏入院内，明日还麻烦你带着宋云一起出发。我闻言有些诧异，你不需要他在身边策应吗？宋凌雪摇摇头，宋云身受重伤，帮不了我太多，而我实力平平，带着他有些吃力了。接着他有些歉意开口，实在抱歉，给你添了麻烦，若是你不愿。旁边的宋云一言不发，此刻他的确是个累赘，而他之前跟我的关系并不好，本以为我会不愿带他，没想到我却直接答应了下来。宋云之前能冒死来救我，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份心意足矣，多谢。宋凌雪松了口气，正要转身离去，却突然被我叫住。明日走镖路途凶险，你有伤在身，我曾学了些推拿之法，应当能帮你缓和伤势。说完，我转身走进了屋内，我决定再出手帮宋凌雪一把。宋凌雪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跟了进去，而暗恋着大小姐的宋云迟疑片刻，最终还是没有跟进去，缓缓伸手带上了房门。接着他转过身，抬头望天，心口的剑伤仿佛复发，在隐隐作痛。与此同时，我也挽起袖子，随口道：请大小姐上榻，趴着即可。是。宋凌雪回身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略微迟疑后，最终还是趴在了床边。床榻上浸染着我温润的气息，让她不由自主地放松了下来。直到我的手掌按上她的双肩，她刚放松的神经再度绷紧，心头越发慌乱。但她不知道的是，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她身上，而是注意着脑中面板的提示，当前可修复
宋凌雪身上刀兵之伤有4处，我简单给她按了按尾，随后试探性的使用了一次修复，一股热流瞬间涌入了宋凌雪的体内，她立马瞪大眼睛，她能感受到内伤正在恢复，这让她心底升起的奇怪想法消散一空，忍不住开口询问：好神奇的方法，你这是在哪学的？儿科按摩心法。我随口回了一句，为了避免进度过快，我放慢了推拿速度。半个时辰后，宋凌雪浑身舒畅，就连身上的伤口也没了痛楚。好了，大小姐，下榻走2步试试。我收起手，转身打开了房门，只见宋云低头坐在门口，身上笼罩着沉厚的木气。我看了眼面板上剩余的2次修复机会，冲着他招了招手：宋云，你进来。次日清晨，3路人手正在门前清点车马，准备出发。筹备之间，宋凌雪突然提着一个包袱给我，我面露疑惑，包裹入手的分量很沉，可不知为何，宋凌雪却并未说太多，只说是些干粮和盘缠，就匆匆离去。半个时辰后，3路人马分批自宋府出发，我带着宋云向南奔行，本以为会被阻拦，没想到一路上竟风平浪静，直到2日后，距离洛风城数百里，我们才停下休整，我这才有时间拆开宋凌雪给的包袱，其中除了干粮和金银外，还有一幅地图和一封信。而当我将信拆开后，里面的内容竟让我忍不住一声长叹，原来宋凌雪预测这一趟走镖，只有我这一路能安然脱身，毕竟我这边没有宋氏的血亲，所以他为我想好了后路，给了我前往巨泽国的路线图，那里是一片混乱之土，很适合我这种有实力的人发展。我随手将信丢给了宋云，抬手揉了揉眉心，现在有2条路摆在了我眼前，要么回去，要么前往巨泽国。思索片刻，我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掏出日记本和笔墨写道：瞻前顾后非大丈夫所为，来时孑然一身，去时不带草木，大不了一死。可奇怪的是，我看着最后那个死字，又突然画了个叉，回去宋府也不一定是死局。一旁的宋云看完了信，死死攥着信纸，刚想开口就被我打断道：我一人回去即可，你留下继续前往巨泽国，若将来2小姐回来，总要留个人给她传话的。宋云听后深吸了一口气，猛地跪地叩首：求你一定将大小姐平安带回，日后若有机会，我宋云必报你大恩，那你可要争取活久些。说完，我翻身上马，向着洛风城策马而去。但我不知道的是，一场天大的阴谋正在等着我。与此同时的宋府内，宋通海与宋凌雪相对而坐，父女2人一脸沉静。与我的情况不同，他们出城不到10里就被拦了下来，可不知为何，拦路者并未动手，只是逼着他们回城。父女2人也并未反抗，一言返回了宋府。而随着几日过去，他们并不见我返回的踪迹，也是逐渐放下了心。显然我已经脱身。就在他们静静等候时局变化时，一名侍女突然跑来传话道：启禀老爷，府外来了自称是幻灵宗的人，说是找您的。幻灵宗？宋通海猛然起身，满脸的不可置信。宋凌雪也是一脸震惊，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想过幻灵宗会伸出援手。快迎入主厅，奉好茶。宋通海吩咐了一句，连忙提起内器跃上屋顶，几个起落便到了门前。宋凌雪慢他一步，眨眼间也到了宋府大门之前。然而门前却只是孤身站着一人，这让宋通海忍不住试探开口：敢问可是幻灵宗的上仙？闻言，男子缓缓抬起了手，下一秒，半空中瞬间多了一团火光，泛起恐怖的热浪。幻灵宗外门弟子福全亮，受宗门之托，来此助宋家一臂之力，上仙快请。见此一幕，宋通海激动地上前迎接，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幻灵宗的人出现已是表明了态度，愿意出面庇佑他们，宋家必然是高枕无忧。宋凌雪也如释重负，缓了片刻，他正要转身进府，长街尽头却突然冲出一骑，停在了府门之前。他愣愣看着我：你怎么回来了？说完，他下意识扫向我身后。我翻身下马，大步走进府内。不必看了，只有我一人，余下的都去巨泽国了。你一人回来做什么？宋凌雪下意识跟上我，语调危急：这里的事本就与你没什么关系，为何非要回来再趟这趟浑水？想走时我自会走，不必你送。我随口回了一句：修行先修心。回来的路上，我只感觉体内的气都顺畅了不少。不过你现在回来倒是可以。想起刚才来的那人，宋凌雪脚步轻快了不少。刚刚来了一位幻灵宗的上仙，想来以后不会再生乱。幻灵宗竟然来人了，我不禁诧异，但紧随而来的就是疑惑。宋家现在的处境不是1天2天了，早不来晚不来，为何偏偏在宋家广发求援信后，才派了一人来？宋凌雪笑着点了点头，上仙名叫福全亮，说是幻灵宗的外门弟子。此刻人就在主厅。说话间，我们已来到主厅，然而我进门后却没有开口，而是走到一旁，静静打量着不远处的福全亮，眼中的疑惑也越来越重。因为在我的感知中，这福全亮体内的元气强度，甚至还不如大宗师黎明州。就在我越发疑虑时，宋通海却突然紧张开口：敢问上仙，幻灵宗可是收到了在下的求援信？怎料福全亮听后竟是一愣：这我倒是不曾听说，我是接了一位长老的委托，来宋家坐镇一段时日。原来如此，看来幻灵宗还是关心我宋家的。宋通海连连点头：应当的，宋师姐上品仙骨，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必定又是我幻灵宗一位太上长老。福全亮摆了摆手，态度很是亲和：听闻你宋家惹了些麻烦，说与我听听，若是能早些解决，我也好提前回山门。说完，他云淡风轻地喝了一口茶水，周身带着一股强大的自信，仿佛宋家的麻烦在他眼中弹指即灭。宋通海有些为难道：这个在下也不是很清楚，对方也是隐世仙宗，我们也只是偶然得知了一个名字，并不知晓其中内情。可奇怪的是，福全亮闻言竟突然动作一顿，端着茶杯的手僵在了半空，直到沉默了良久，他才皱眉道：叫什么名字？宋通海回忆片刻，开口：好像是叫夜光阁，是北国的存在，上仙应该有所耳闻。但令人诧异的是，福全亮听后竟突然面色大变，猛地站起失声道：你确定是夜光阁？没有弄错吗？千真万确。那人亲口所言，我与小女都听到了。如此失态的反应，让宋通海也吓坏了，紧张问道：上仙可是有什么为难之处？然而福全亮接下来的话却越发奇怪：没什么，我需要一间净室，短暂闭关几日，若是无事，不要打扰我闭关。好，我这便去安排。
宋通海心头不安，脚步匆匆离去。我见状眼睛微眯，福全亮的反应让我此前的疑惑得到了一些印证。幻灵宗知晓夜光阁的存在，而福全亮接了委托来宋家坐镇，却根本不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想到这，我突然意识到最关键的一件事，自己此前陷入了一个重大误区。或许我把幻灵宗看得过于强大，到了夜晚，我被安排了一间厢房，而我刚来到住处就立马开始修行。我必须尽快强大起来，让自己具备一定抗风险的能力。福全亮的反应已经让我生出很多不妙的想法，能依靠的还是只有自己。然而没想到的是，宋通海和宋凌雪的想法却与我截然相反。虽然福全亮的反应略显怪异，但终究没有直接走人，那就说明事情还不是很严重。长时间紧绷着神经，让他们有些支撑不住，总会将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逃避是人的本性，我本以为福全亮会闭关躲起来，结果他第二天竟出关了。然而一出关，他就向宋通海提出了各种奇怪的要求，要山珍海味，还要美妾舞姬。这些宋通海自然全部照办，可宋府的积蓄都已经分批送走，无奈之下，他只能将宋家祖宅抵押出去，请了10余位歌姬供福全亮享乐，银子如流水般花了出去，而福全亮所在的院子也几乎成了人间仙境，夜夜笙歌。这些我全部看在眼里，可我明明对事情的脉络基本弄清，却偏偏希望福全亮能尽情享乐。如今我距离百日炼期越来越近，倒是需要福全亮多争取些时间。本以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直到有一天，宋凌雪突然提着包袱来找我，府库只剩下这些丹药了。我接过包袱，自己要修行就离不开灵药，可不知为何，宋凌雪送完了药，却并未离开，而是在院中坐了下来。我没有避讳他，倒出几枚金元丹含入口中，立马开始吸收大日精粹，直到我修炼完，他才叹了口气开口。那福全亮胃口越来越大，早上吃了一头乳猪，中午又吃了半只羊，像饿死鬼投胎，没几日活头似的。我选择了沉默。这么多天以来，即便是宋凌雪也看出问题了，她眼神黯然道：“你当日为何要回来？帮宋家对你而言没有半分好处，我只是尽力一试，若最终实在不行，我会逃，不会带上你们。”我没有遮遮掩掩，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白白送死的蠢事我不会干。然而听到我过于直白的话，宋凌雪心头反而轻松了不少，脸上也有了些笑意。那就好，总觉得你若是就这么死了，有点可惜了。我边向屋中走去，边问道：“我让你找的东西，你找来了多少？我若想增加修复师的等级，就离不开有价值的残缺古物，越是古老珍贵的，修复之后我得到的经验就越多。我都给你放在府库了，基本都是些上了年头的老物件，没花什么银子。”可奇怪的是，宋凌雪说完，竟跟着我进了屋，还很自然的在床边坐下。“你还有事吗？”我皱了皱眉，我近日练功勤了些，筋骨有些不适。宋凌雪脸颊微红，低头开口：“你能不能用那个按摩心法再给我按按？”闻言，我快步上前，伸手搭上宋凌雪的肩膀，然而面板却没有传来任何提示。“你没什么大碍，不用。”怎料我话还未说完，宋凌雪竟突然抬起手压住了我正要抽回的手，依旧低垂着头道：“我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良久的沉默后，我最终还是抽回了手，开口道：“不可以。”话音刚落，宋凌雪猛然站起，快步走向门外。临出门之际，她突然回头问道：“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愣了片刻，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评价：“聪明人。”我倒是感觉我有时候挺坏的。宋凌雪拉开房门，快步走了出去，直到走出我所在的院落，她才放慢了脚步，用手捂着脸，从指缝间溢出一声低语：“我真是下贱。”与此同时，我盯着大开的房门，良久不语。片刻后，才起身来到院中，打了2桶井水冲了个凉。刚才宋凌雪的暗示，我并非没有看懂，但却终究不敢跨过那一条红线，因为一旦跨过去，我在想抽身就不是现在这般轻描淡写，而宋家的危机我不一定能扛得住。整理了思绪，我换了身衣服，走向府库，埋头开始修复宋凌雪淘来的各种破烂。转眼间1月多过去，福全亮的生活越发奢侈，整日胡天胡地，而抵押祖宅的钱也快见底了。宋通海只能低头向商行借贷，这才勉力支撑了下来，但压力也是与日俱增。可那又能如何呢？至少福全亮在的这些日子，宋家的确没有再受到袭击，而我也终于迎来了重要的日子。此时的府库中，正在修复碎片的我突然抬起了头，以苦心钻研修复技艺，终于突破1阶修复师。看着脑海中的面板，我眼中金光四溢，随手拿起一只残缺的玉碗，心念一动，玉碗瞬间变得完好如初，而面板上的修复次数依旧是5次。修复师的境界变化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虽然每日刷新的次数没有变化，但我已能无消耗修复所有临阶东西。最惊喜的还在后面，随着我凝视手中玉碗，片刻后玉碗竟化为金碗，而我只是体内元气损耗了一些，这就是刚领悟的神通，点石成金。随后我起身离开了府库，刚走没多久，就迎面撞上了宋凌雪。来得正好，跟我来。我随口说了一句，径直向着福全亮的院落走去。宋凌雪跟了一段路，有些疑惑道：“你这是要做什么？”然而我却是神秘一笑，看着便是。如今我距百日炼期已不足10日，抬手至少是万斤之力。现在的福全亮在我眼里已不具备任何威胁。眼下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确认。不久后，当我们踏入大堂，里面很是杂乱，四处散落着衣裙鞋袜，酒坛杯盏被扔得到处都是。福全亮看了眼我们，招了招手：“宋小姐来了，来，坐下，同我共饮几杯。”然而宋凌雪却是抿了抿嘴，偏头看着屋外没有回话。我瞥了眼一旁的几个舞姬：“你们先出去。”看到舞姬们起身向门外走去，福全亮立马皱眉望向我：“放肆！你是何人？竟敢扰我雅兴！”怎料他话音刚落，我竟一脚踹飞了桌案，猛地探出手，死扣住了他的脖颈。“你想活还是想死？”福全亮瞬间面色巨变。“我想活。”我松开了手，沉声开口：“我问
已达，所言若有不实，我立马送你去死。脱离束缚的福全亮指尖亮起灵光，下意识想要反击，但察觉到我体内的雄魂气血后，又瞬间泄了气，揉了揉脖子，低声道：“你问吧。”我单刀直入，开口道：“幻灵宗派你来此，究竟是为了什么？”怎料福全亮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我脸色瞬间大变，一个耳光甩在了江存虎的脸上。醒来，接连挨了数个耳光，处于濒死状态的江存虎逐渐被唤回了一丝神智，缓缓睁开了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被血迹染红的脸。福全亮咧开了嘴，缓缓举起铁剪，脸上的笑意显得有些狰狞。记住了，今日杀你者，福全亮！砰！铁剪重重砸落，紧跟着再度抬起，又一次落下，直至将江存虎上半身打成了一滩血泥。福全亮才堪堪停手。这些时日积攒在心中的压力发泄一空，一时间他只感觉有些脱力，忍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愣出神。看着这一幕，察觉到脚下的飞剑没了动静，楚正方才将其拿了起来。踏风剑一阶，在一阶兵刃之中已属上品，虽历经数十年杀伐，但被主人精心温养，并无丝毫缺损，可增幅一阶生灵3成法力。略微沉吟了片刻，楚正心下有了计较，炼气士也有御物之法，这飞剑他一样能用，但用着不是很安心。不远处，福全亮回过神，略显惊疑道：“你方才掩去形迹，用的是什么手段？”直接掩去身形，他只听闻有些秘宝可以做到，还从未见过。隐身术想学吗？楚正随口回道：“想。”福全亮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你愿教我？当然不能。楚正摇摇头，不过我有另一样东西要给你。什么东西？福全亮一愣，同生印。楚正摊开手掌，元气外显，凝出一道符文，隔空拍入了福全亮眉心。自此刻起，我生你生，我死你死。若我先死了呢？福全亮面色一阵发白，我会给你多烧些纸钱，让你在下面依旧能过上好日子。踏入灵殿境后，时间仓促，楚正只修了2门神通，一门隐身术，另一门便是这同生印。隐身术是为保命，而这同生印则是他专门为福全亮一人修的。同生印的限制很大，只能对一个目标用，在解除同生印或是怀有同生印的生灵死亡之前，便不能再对另外一个生灵使用。上古炼气士一般是用此来收服一些强大的异兽，作为修行路上的长期伴侣，是为了身后有物可靠，才会有这一门神通的诞生。实际上，同生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下印之后，楚正对于福全亮心绪的变化都能隐约有所察觉。福全亮一阵愣神，而后猛然站起，看着楚正脸上略显冷淡的神色，他脸上青白交加，内心挣扎了片刻，又无力地坐了回去，喃喃道：“你给我下这种禁制是想做什么？我又有什么地方能帮到你？”楚正沉吟了片刻，随手将踏风剑扔至福全亮跟前，缓声道：“等你能活下来再说。”你这是何意？福全亮看了眼飞剑，有些疑惑：“人是你杀的，这飞剑自然应该在你手里。”楚正走至江存虎尸体旁蹲了下来，四处摸了摸，很快便自其腰后摸出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口袋，绳口系得死紧，蛮力根本拉拽不开。这是什么？楚正毫不掩饰自己的无知，将其递到福全亮的面前。储物袋需要法力才能打开，我用不了。福全亮摇了摇头，江存虎的东西应该都在里面。楚正心头一动，体内元气轻涌，探入了手中的储物袋，一片半丈见方的空间出现在他脑海之中，零零散散堆放着不少物品。楚正清点了一番，心中大概有了数，翻手取出了一块纸长的玉石。不等楚正开口问，一旁的福全亮就主动开口解释：灵石可加快修行速度，算是修真界的金银。这么一块能换多少东西？能以俗世金银兑换吗？楚正想弄清灵石的购买力，如果能以俗世金银兑换，在凡尘俗世这一块能买下整个宋家，不过没人会拿这东西换金银。福全亮回了一句，而后摇头道：“还是要看地域，修行圣地不缺灵石，下品灵石价值不高，用来送人都寒碜。在一些没有灵脉的破落小派里，倒是偶尔能换些好东西，平常基本都是用来修炼了。”楚正有些失望，而后将一些不认识的东西全部取出，一一让福全亮答疑解惑。半晌后，他方才满意的收起了储物袋，以自身元气缓慢将其炼化。杀死江存虎收获不算大，最值钱的就是那一柄踏风剑，但算是给楚正推开了修行界的一角，透出了些许风光，这已足够。直至黄昏时分，宋通海以及宋凌雪方才踏入了这一片院落，开始安排人清扫。江存虎来的一瞬，他们便听到了楚正的传音，一直躲着，直至此刻方才出来。屋里的几个舞女已是六神无主，彼此相拥，缩成一团，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根本不知外界发生了何事。宋凌雪将几人打发走后，在楚正的要求之下，将福全亮的住处调整到了宋府边缘，距离楚正很远。江存虎死了，现如今夜光阁的下一步反应至关重要。福全亮这面挡箭牌能不能立住，还要两说。时间似指尖流沙，转眼又是半月过去。这半个月，宋府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丝毫异常，平静的有些许诡异，让楚正都生出了些许不安。清晨，天光破晓，楚正盘坐于庭院中，行气周天，吞吐日月精粹，增进功力。同百日炼气时不同，他的实力进展逐渐开始缓慢，四周的阴阳二气对于他而言已逐渐变得稀薄。虽然依旧可以修炼，但这个速度无疑受到了不小的限制。一阵脚步声自院外响起，楚正缓缓收工，望向快速奔来的福全亮，微感不妙，出了何事？福全亮已受过他的叮嘱，没有钥匙不会向他这边走动。我方才收到了宗门传讯，命我即刻回宗，说是宋家的事不必管了。说话间，福全亮的神色愈发古怪。我在门内的一位师弟同时给我传了一封密信，说是宋师姐遭遇伏杀，护道人秦长老重伤濒死，侥幸逃回宗门。宋灵清死了吗？楚正眸光微眯，开口确认。那位师弟给我的信中没有提及他的生死，只怕福全亮话未说完，但楚正已经有了数。秦风都遭遇重创，何况宋灵清，加上
上幻灵宗召回福全亮，让其不必再管宋家的举动来看，这人大概率是已经死了。院门之前传来一声脆响，宋凌雪站在院外，神色正然，脚边是散落一地的尸盒。楚正眸光微敛，嘴角微勾，很快便压抑不住的发出一阵低笑。这死结终于是解开了。笑声中，宋凌雪回过了神，双目微红，哑声道：“你笑什么？”楚正并未在意他的反应，脸上的笑意越来越盛，摇头道：“宋灵清如今已死，你们在仙门中人眼里已经没有丝毫价值了。对于幻灵宗是如此，对于夜光阁同样如此。江存虎的死自然会被算在幻灵宗的头上，没有人会把这件事跟宋家联系起来，哪怕会有迁怒，宋家此刻也已经有了逃的资格，不至于被仙门追杀，至少有了活的希望。”宋凌雪没有再听下去，转身奔去寻宋通海。楚正缓缓敛去笑意，望向一旁的福全亮，语调微沉：“我有件事要你做，何事？”福全亮心头一紧，此前是幻灵宗将你逼入了生死两难之境，你不想报仇吗？报仇？福全亮感到一阵荒诞，怎么报？报复二字，他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下品仙骨，如何报复一方仙宗巨派？人活一世，总要有些追求。楚正缓缓起身，极目远眺，缓缓抬手虚握，似是将大日攥在了掌心。我此生来是想做大事的，宋家此件事了，你引我入幻灵宗，我帮你毁了他，你做不到的事，我来做。在楚正眼中，幻灵宗也好，夜光阁也罢，都是一路货色。仙门是凡人如蚁，而他是个人，一个凡人，不是仙。宋灵清的死以及幻灵宗的反应，让楚正瞬间明白了很多事。夜光阁一直未曾出手，围绕宋家做文章，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想斩的是宋灵清这条潜龙，如今潜龙未曾出渊，便已溺毙于深海，自然没有必要再花心思在宋家身上。江存虎跟福全亮这两人，无论谁生谁死，此刻都没有了丝毫意义。楚正沉思之际，一旁的福全亮已然愣了神。毁了幻灵宗，这短短几个字，似乎有一瞬将他骨子里的血点燃了。凭什么他就必须死？他命贱。福全亮呼吸渐沉，他做不到的事，不意味着楚正做不到。有朝一日，或许他也有机会，跟今日一样，亲手打爆那任务长老的狗头。福全亮，福全亮！楚正唤了两声，未见反应，伸手拍了拍福全亮的脸：“嘿，醒醒！”福全亮自脑中浮现的幻象中脱离出来，看了眼楚正，逐渐冷静下来。楚正现在杀个灵泉境修士，还要靠偷袭，拿什么覆灭幻灵宗？指不定就是拖着他一起死。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楚正此人的思维逻辑与常人是有些出入的。左右不是个正常人，有没有办法能让我进幻灵宗？这是楚正当下最关心的问题。你出手，我没有感受到法力波动。你有仙骨吗？福全亮有些迟疑，他实在摸不清楚正的路数。楚正当即摇头，若是有仙骨，他自然会想办法走另一条路。没有仙骨，那肯定没法成为门内弟子的。福全亮考虑了片刻，颔首道：“你若是能将体内的力量藏好，躲过入门前的检查，再表现出凡俗大宗师的战力，倒是可以进幻灵宗混个杂役。养力境说白了也就与大宗师相当，甚至还略有不如。凡俗大宗师这种杂役，一般宗门都很欢迎，毕竟不需要消耗修行资源，些许普通的丹药加上五谷杂粮就能打发。一些修行外功锤炼肉身的大宗师，甚至还能做到养力境弟子做不到的事，一本万利的买卖。但杂役终究只是杂役，不是弟子，地位上跟外门弟子比起来就是天差地别。上面若是没有人照顾，平日少不了被安排各种脏活累活。大宗师在凡俗被尊为镇国之柱，享尽世间荣华，不知有多逍遥。很少有大宗师会愿意到仙门过这种日子，所以这一类杂役并不多，数量比外门弟子都少。至于培养大宗师，仙门不会干这种事，因为实在是浪费精力。一者习武也需要天分，二者还容易生乱。大部分年轻外门弟子的实力，也就是在养力境至灵泉境之间，养力境占了多数，真打起来不一定是大宗师的对手。大宗师的数量一多，在力量对等的情况下，地位差距如此之大，难免会生出矛盾。仙苗难觅，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流血冲突，对于仙门而言就是损失。即便是下品仙骨，也比10位大宗师有价值的多，不值当冒这种风险。这入门检查要检查何物？隐藏力量。对于楚正并不是难事，短时间内将丹田内的元气化入肉身，对于他而言轻而易举。唯一要注意的便是这入门前的检查，仙骨、修为就这两样。宗门之前有灵阵，你的所有东西都无法带进去。是身境，通过灵阵检验之后会有杂役的衣物给你。你们每次进出山门都是这样？楚正略感疑惑，这未免太严苛了些。福全亮摇头道：“当然不是，这只针对杂役，对于外出的弟子是另一套更复杂的流程。仙道手段奇多，弟子的每一次出入都是潜在风险，每次回归都会有长老亲自验明正身，以防夺舍异行或是外道邪魔藏身于秘宝之中，随弟子一并返宗。古往今来，亡于内祸的仙宗数不胜数，传承久远的仙宗门内或多或少都会有前人祖师留下的手段作为抵御，但很多抵御只能防外敌，挡不住内鬼。想到此处，福全亮不禁有些许亢奋。如果真的能将楚正带入幻灵宗，等于是埋下了一颗暗雷，或许有朝一日真的能把幻灵宗炸上天。楚正权衡片刻，下了决断，那就明日启程。既然得了消息，自然是越早启程越好。夜光阁不一定在乎一个江存虎，但指不定会有些交情不错的同门来寻他。转眼便到了午时，得了幻灵宗那面传来的消息后，宋通海一直没有露面。得知楚正明日便打算走，宋凌雪出面遣散了府中所有人，转瞬之间，整个宋府便只剩下了寥寥数人，清冷异常。下午时，楚正出门了一趟，在洛风城四周转了一圈，附近还有不少暗中潜伏的武道中人，他们的消息渠道没有福全亮这么快，根本不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楚正尝试跟他们沟通，但过程并不是很令人愉快。最终，楚正带回了许多残尸，有男有女。入夜，楚正盘坐在榻上打点行装，他将原先埋在地下的那几本仙门典籍又挖了出来，收入储物袋中。储物袋无法带入幻灵宗，到时还需要想个办法。屋门被陡然推开，宋凌雪缓步踏进屋内，神色沉静。明日启程，你要去哪里？
里。幻灵宗，楚正没有隐瞒，如实相告，杀了江存虎。做到这个地步，他与宋家之间已经两清，下一步自然是要做他本身想去做的事。何况如今的宋家处境已不像此前那么艰难。得知楚正的目的地，宋凌雪显得有些意外，你为何要去幻灵宗？为了报仇。话一出口，为了避免误会，楚正想了想后又解释了一句：这与宋家无关，洛风城附近设卡之人，我已经全部扫清，明日你们可以直接离开。帮扶全亮报仇只是顺手为之，之所以选幻灵宗，无非是他看上去比夜光阁弱得多，在四周几个仙门里看着是最好下手的。老太太吃柿子尚且知道捡软的捏，更何况还有福全亮这个内应帮忙，幻灵宗几乎是最好的选择。楚正的话，宋凌雪只信了那报仇二字。幻灵宗与楚正之间谈不上仇怨，他更愿意相信这报仇二字是为了宋灵清去的。想到此处，他缓步上前，行至床边，抬手将楚正推倒在榻上。楚正不等他开口，宋凌雪已然上了榻，跨坐在他腰侧。他俯视着楚正，随手扯开发带，青丝如瀑，披洒而下，言简意赅。嚯！楚正看了眼窗外月色，沉吟道：要不等明日，我喜欢白天，晚上吸收月华，体内阴气上升，多少有些影响战斗力。宋凌雪没有再开口，俯身一口咬在了楚正颈侧。天还未亮，宋府后院缓缓驶出一辆马车，宋凌雪一身劲装，青蓝相间，戴着斗笠，催马前行。车厢之内，宋通海低垂着头，满头白发，双眼不复往日金光，一片浑浊，喃喃自语：青儿，我的青儿。他的怀中抱着几块牌位，其中一块是崭新的，纤尘不染。翌日清晨，楚正睡醒时，枕侧已不见了人影，宋府之中空空荡荡，一个鬼影也不见。主厅里的桌子上留了封信，宋凌雪留下的。信中的内容很简单，希望楚正放弃去幻灵宗，换个地方好好活着。他与宋家已是两步向前，不必将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上。楚正面无表情，手中燃起微光，信纸转瞬成灰。两不相欠，想得简单，他的元阳何等珍贵，宋凌雪欠他的多了。想起昨夜，楚正不禁叹了口气，终究只是16、17岁的身体，血气方刚，定力不坚，如此早早泄了元阳，日后要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还要多花些功夫。至于说后悔，那是谈不上的。福全亮身负长剑，踏入主厅，询问道：现在走吗？走。楚正转身走向宋府大门，抬手朝天，元气自掌心涌出，直冲天际，转眼间化成一团熊熊烈火。二人跨出大门的一瞬，空中的火球倏然炸开，化为漫天火雨，弹指间铺满了整个宋府。灵变境，雾气之流动变化。似这种小法术，信手拈来，为了避免留下太多痕迹，防止追踪，一把火烧得干净，是最为稳妥的方式。昨日带回的那些尸体，此时也派上了用场，至少能伪装成灭门的假象。火舌冲起丈高，一点点将门前的鎏金牌匾蚕食殆尽。看着在火光中逐渐消失的百年老宅，楚正眉心微皱，指尖一阵轻颤。他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日为了隐瞒此地曾发生过的事，而亲手毁去如此一处百年古迹。作为文物修复师的他，亲手埋葬了一段历史。虽然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这段历史毫不起眼。走吧。楚正转过身，随口问道：此地距幻灵宗有多远？不远，2万里外就有分宗，到了哪儿就能乘非洲回主宗。你来时走了多久？来时一位师姐送我来的，不到2日。至于我俩，就这么走上半月也就到了。你那师姐长得好看吗？当然好看。冲天大火的映照之下，2道身影逐渐消失于街头，再无踪迹。大火整整烧了整整一个昼夜，自此武阳郡的百年世家又少了一个。数日之后，百余铁骑急奔而至，停在了废墟之前，还是晚了一步，可惜了。看着眼前的断壁残垣，身披蟒袍赵云衡一声长叹，得知宋灵清遭遇伏杀，他便立即从京城回转，想着能不能得偿此前所愿。没想到紧赶慢赶，还是慢了一步。没赶上也未必是坏事。一旁的赵继昌摇了摇头，这宋家想来也是接不住这泼天的运道，诸事缠身，还是不碰为好。那是赵云衡一声笑骂：你小子一下娶了4个京城贵女，夜夜新婚，自然是不想这宋灵雪了。此地可是宋府。赵云衡话音未落，一旁忽然传出了一声询问。不知何时，废墟中多出了一道人影，一身青袍，看上去20上下，肌肤莹然有光，眉心一点血红朱砂，给原本清丽的面容上添了一分妖气。阁下是？赵云衡微微皱眉，答话：此地可是宋府。男子微微皱眉，重复了一遍方才的问题，似是有些不耐。放肆！刀剑出鞘之音成片炸起，如此无礼的态度，瞬间激怒了赵云衡身后的百余铁骑。噗！一阵闷响传来，凡是拔刀的铁骑，一瞬之间连人带马肉骨分离，化成了一滩滩血泥。转眼间，场中只余下了赵云衡父子。赵继昌浑身轻颤，面色骤然苍白，一时失语。此地却是宋府，怪我御下不严，属下一时不懂事，冒犯了上仙，望上仙勿怪。赵云衡面容沉肃，翻身下马，隐隐将赵继昌护在了身后，躬身致歉，望上仙念在我等是赵家之后，留我父子一命。听闻此话，男子缓缓眯起了眼，你拿个死人压我？赵庭仙如今何在？赵庭仙，赵庭仙，赵庭仙。他的语调愈发高亢，声震四野，在虚空中泛起层层涟漪。轰隆，余音未散之际，苍穹之上骤然泛起滚滚雷云，凝成了一双不含丝毫感情色彩的雷霆巨眼，眼眸深处一片混沌，隐有阴阳二气翻涌。雷云浮现的一瞬，青袍男子的面色瞬间苍白，神情巨变。不待他开口，一柄雷霆巨剑自天而降，似天伐灵身，斩至头顶。嗡！不远处的赵云衡只感觉一阵微风拂面，再度睁眼时，宋家遗留的痕迹已然不复存在，只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天渊。宋家灭门的消息飞速扩散，没几日便传遍了大周，成了
了江湖中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这附近诸国修行界之中的变故，却是远比凡尘俗世剧烈得多。单就福全亮逆行伐上，跨境杀死了江存虎的事，便在附近几个宗门的底层弟子之间引起了一些反响。养力杀灵拳，这只有极少数的异类能做到。福全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外门弟子，无疑是创造了奇迹。但令四周仙宗更为震惊的是，赵庭仙还活着，修为已然通玄，唤其真名便会被其所查啊！甚至隔空出手击杀了夜光阁中一位宁破境的长老。有部分强者甚至怀疑赵庭仙已经跨过了仙门，羽化登仙。相较于赵庭仙，福全亮的存在便不是那么引人注意了。这个消息仅在小范围的宗门高层间流传，一时间大周境内的仙门中人全部收敛了许多，甚至有宗门取消了大周境内的分宗驻地，撤离了驻留弟子。天玄国、幻灵山脉、幻灵宗已在此繁衍生息了万年之久，方圆数十万里内能与其并驾齐驱者不过寥寥二三。幻灵山脉纵横13000余里，下方镇压着一条上品灵脉，供养着宗内上万修士修行，每日吞吐的灵气如海，长空之上尽是瑞彩霞光。山脉脚下是一座横跨近百里的巨城——幻灵城，此地既是山脉入口，也是仙凡连接的通道。即便天生仙骨，孕育出的后代也并不一定能继承父母之天资，肉骨凡胎还是有不少。这部分人身份又与凡人不同，他们体内流淌着修仙者的血，自然不会再回到凡俗中泯然众人，可又没有踏足仙道的资格，便只能在这座城池中生活。相比于常人，他们的后代孕育出仙苗的几率要高得多，久而久之，自然成了仙宗的新生血液的固定补充来源。这座城池之中可谓是鱼龙混杂，修仙者、凡人，还有大批量的武者。修仙者并非全都是幻灵宗的弟子，还有许多小宗门的修士在此地做些生意，交换在外界难以得到的资源。这些武者大多是心有不甘，想要来此碰碰运气，有侥幸入大宗师之境的。当然，在这座城池之中，大宗师并不被称为大宗师，仅以武士二字作为称呼，意在武道之师，武师之下皆以武者相称。幻灵城虽广阔，但划分井然有序，城东连接幻灵山脉，布有聚灵法阵，是灵气最为充沛之地，这也是修仙中人以及大部分武士活动的地域。城南居住的大多是幻灵宗人的血亲眷属，寸土寸金，隐约已经繁衍成了几大世家，可以视为幻灵宗之内势力的延伸。城北开设着大量酒楼赌坊、青楼楚馆，是幻灵城最为潇洒肆意之地，甚至有专为修士提供服务的醉仙阁。城西则是鱼龙混杂，更像是凡尘俗世，各类三教九流汇集，不乏鸡鸣狗盗之辈，暗娼遍地。四片区域有明显的划分，分割处都有幻灵宗弟子值守，看管极严，出入必须先行报备，领取令牌，私自越界被抓会被直接送去矿山，劳役10年，矿山不见天日。有的矿道中还弥漫的积年毒烟，若是肉骨凡胎进去之后能否有命出来，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城北喧闹的长街角落，一间铺子门前排起了长队，年纪不等，16、17岁至年逾古稀都有人在，全部都是男子，基本都戴着面罩，遮住了大半张脸。铺子门前飘扬着几杆青旗，写着一行行醒目大字：千年家传医术，妙手回春，重振夫纲。男人不做软柿子，做就要做真硬汉。男人最可贵的品质，坚强，做家里坚强的后盾，最坚硬的后台，做男人。挺好。铺子里分成了里外2层，以一层帘子隔开，外间挤满了人，皆是盯着帘子，望眼欲穿。盏茶功夫后，一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缓步走了出来，昂首阔步，雄姿英发，走动间似猛虎俯视四方，周身都散发着强大的自信。下一个，里间传来一声淡淡的呼唤。闻言，排在最前方的一名壮汉连忙掀开帘子，挤了进去。楚大夫，劳您再施妙手。壮汉满脸堆笑，您的针是我见得最神的，我这身子如今是一日强过一日。楚正放下手中茶盏，随口问道：第几次来了？第3次了。这次就差不多了，躺下。楚正随手指了指一旁的软榻，指尖捻起银针，卢胜灵阶，内阳不壮，血气稍有亏空，可修复。楚正随手在几个无关紧要的穴位落针，等了片刻，打开了修复面板，指尖轻弹，缓缓收针。好了，2块下品灵石，多谢楚大夫。壮汉下了软榻，舒展筋骨后，喜色愈浓，连声道谢，当即取出灵石，双手奉上。楚正接过，随手掂了掂，他手里这便是2个宋甲。俗世的金银无法在幻灵城流通，城内用的都是幻灵宗发出的灵币，100灵币可以自幻灵宗开设的兑店换得1块下品灵石。楚正不收灵币，只收灵石。正常武师在城中累死累活1月，所得不过20-30灵币，不吃不喝攒1年，才能有2-3块灵石。那日抵达幻灵城后，楚正并未急着进幻灵宗，而是让福全亮先行入门，他则是在宗外等候消息。如今已过去了整整1个月，这么长时间，同生意没有传来任何异常，就已经证明福全亮已然安全入宗，并没有出什么意外。开这家医馆也是楚正在福全亮身上得到的启发。此前在宋家，福全亮一度纵欲过度，经他修复伤势后，体内亏损的元气也已经弥补了上来。到了幻灵城，初步了解之后，楚正便在此处开设了这么一家医馆，将前世男科医院的广告挂了出去，很快便是生意火爆。四周都是青楼楚馆，能常来此处的大多有些身份，且不缺灵币，身体有些亏空的更是大有人在。通过面板赚灵石，一本万利，几乎没有任何代价。楚正很小心，并未一次性将这些人的身体全部修复，基本都是分为2到3次。看上去特别有钱的冤大头，楚正甚至会分成7、8次，循序渐进，积少成多。短短1月，楚正已经积攒了一笔相当惊人的财富，足以令修士眼红。下一个，一道人影掀开帘子，径直走了进来。好久不见，楚大夫，诸位请回，今日闭馆了，明日请早。楚正瞥了来人一眼，掀开帘子走了出去。开始赶人，在外排队的
皆是一阵叹气，无奈离去。来此的都是眼头遮面，俱是有难言之隐，没人会在此闹事。一不小心传出去，那就是身败名裂。转眼间，医馆之前止于一片空空荡荡。为何这么久才来见我？关了门，不等福全亮开口，楚正便是先行发问：如何？宋家之事怎么说的？你当宗门是想出来变出来吗？只要出山门，都必须有长老的批条手令。这一次还是我好不容易争取了个任务，这才得以脱身。福全亮略显无奈地解释了一句，继而道：长老验明正身后，就问了句我是如何办到的。我言询了几位武士暗中相助，先以灵符将其重伤，后联手避之。没了。见福全亮没了下文，楚正难掩诧异，这便信了。信了。福全亮一阵无语，你还想怎样？他区外门弟子，此次能惊动内门长老亲临问话，已是了不得的特例了。虽然有了这个战绩在身，外门不少弟子对他恭敬了不少，但本质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下品仙骨依旧是下品仙骨，翻不了天，还是得做任务养活自己。回过神，楚正随口问了一句：宋灵清的死因弄清缘由了吗？死。福全亮闻言愣了一瞬，而后猛然摇头：不，他没死。我听人说秦风长老倒是离死不远了。没死。楚正一时间难掩诧异，是，但跟死了也差不多。听说被秦风师叔背回来时，他浑身经脉尽废，仙骨碎裂，仅剩一口元气，被秦风长老勉强吊着。福全亮一阵摇头，有些惋惜，宗门花了大力气将他救回，甚至动用了门内秘传的宝丹，辅以万载灵泉，也只是保住了他的命，而没保住那块仙骨。现在他在宗门里的地位很是尴尬，位列真传，但已是个废人。如今想顶替他成为真传的内门弟子，不说上百，也有70-80个。真传弟子何等尊贵，内门长老护道，拜师太上，享受不尽的各类资源，翻手云雨，是幻灵宗未来的中流砥柱。宋灵清如今已是资不配位，占着茅坑不拉屎，被挤下去是迟早的事。可以预见，自真传弟子跌落，已是近在眼前，甚至内门弟子的身份也保不住，会一跌到底。难怪。楚正微微颔首，这种下场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难怪夜光阁放缓了对于宋家的动作，他与宋灵清严格意义上而言只见了一面，是宋灵清帮他推开了这个世界的第一扇大门。可惜了，世事无常。楚正拢回思绪，随口问道：我入宗一事有眉目了吗？起初他并不知晓幻灵宗之外还有幻灵城这种特殊的地域，如今对于是否入幻灵宗已没有了此前那么大执念，在幻灵城中一样能接触到仙道。近日宗门打算从幻灵城招一批杂役。福全亮颔首回道，话锋忽然一转，不过我建议你再等等。为何？楚正有些不解，这一批杂役是韩家要的，是专程为了挖矿准备，那是一条古矿道，葬着不少尸骨，至少是数万年前的古战场，很凶险。言罢，福全亮不禁有些自得，这是内部消息，若非他消息灵通，寻常外门弟子根本不可能知道。你说多少年前？楚正抓住了关键点，眼中近乎溢出了光。数万年前的古战场，幻灵城东，大日西垂，临近黄昏，天边的瑞彩愈发绚丽，若有若无的阵纹流淌于虚空之中，海纳四面八方之灵气。城东与幻灵山脉接壤，此地与其他3个城区有着天壤之别，光是在此地停留，每日都要缴纳1块下品灵石，你这都要我出？福全亮难以置信地望着楚正，实在无法想象眼前这人居然吝啬到了这个地步，日进斗金，却连1块下品灵石都舍不得。福全亮身为幻灵宗外门弟子，出入城东自然是不需要掏灵石的，但却无法带人，楚正的那一份还是要给，这是规矩，该省省，该花花，以后用灵石的地方多着呢。楚正丝毫不为所动，示意福全亮掏灵石，1块灵石就是1个宋家。福全亮当初的比喻，他一直谨记在心，这不是个小数字。福全亮一阵无语，掏了2块下品灵石递给自己的同门，他们要在这儿待2天。入了城东，楚正当即察觉到了不同，天地间的灵气猛长了一截，令他体内的元气都开始活跃起来。稍微运转周天之后，楚正微感惊异，他在此地的修行速度至少比外界快了近1倍，这还只是在幻灵宗之外，若是宗门之中，灵气肯定更为丰厚。瞅了眼天色，时辰尚早，楚正随意找了个热闹些的街面，摆上地摊，插上了一面小旗，回收废旧法器，价低，传家宝别来。法器的利润远远比开医馆恐怖得多。废掉的法器因为刻上了法阵，大部分材料都不能再次回收利用，基本只是废铁，至多也就几块到几十块灵石。只有一些混迹在此的落魄武师会花灵币收这些破烂，再烂也是法器，在凡俗中也是了不得的神兵。一件完整的低阶法器，哪怕品质再差，也至少要500至800灵石。经面板修复完全，一进一出就是至少100倍的利润。福全亮此次出山，本就是带着任务来，还有自己的事要做，陪楚正一起在街头蹲了个把时辰，便起身离去。左右没多少生意，楚正一心二用，拉出修复面板，将今日的修复次数全部用在了玄天印上。姓名：楚正，修为1阶初期，功法大周天行气总纲，6阶残缺，龙虎身4阶残缺，神通玄天印第3式5阶残缺，点石成金1阶，隐身术1阶，修复师1阶230 1000，当日剩余修复次数0，当前可修复玄天印第3式200 300，大周天行气总纲上篇0 1000，龙虎身中篇0 500。按照这个进度，再有20日，玄天印这一门神通便能修补完全。玄天印是武道神通，楚正一直相当感兴趣，这门神通之中蕴含的信息相当关键，至少玄天印的存在证明了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修仙一条路可以走，武道绝不仅仅止于俗世，就跟他的炼气法一样，武道必然存在过修行之路，同样能攀登至人道绝巅。武道为何会凋零？这其中必然存在着极大的隐秘。如果黎明州没有将那块5币碎片扔进大海，他或许能有机会提前揭开这个隐秘。每
每想到此处，楚正都会感到由衷的心疼。破损的法器，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以真火熔炼，抹去所有痕迹后丢弃，或是压在箱底。法器上或多或少会留下使用之人的痕迹以及气息，若是被有些奇诡手段的修士拿去，隔空下咒或是定位追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楚正蹲在街面上等了快2个时辰，也就做了2单生意，还是同一个人送来的。清灵法医，一阶残缺，带着出土不久的芬芳。你眼力老辣，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从已下葬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修复零30追云靴，一阶残缺，这双靴子丈量过的河山，够你走上1000年。历经5代主人，鞋底已被磨穿，可修复零50那件清灵法衣，如果不是面板提示，楚正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衣服洗得很干净，只是前胸处破开了一个大口子，上方部下的灵阵也已是破碎不堪，这让楚正有些失望。洗得太干净，反而破坏了这件衣服上曾经的痕迹，少了些味道。那追云靴烂得更彻底，鞋底只剩了半边，宝丽风霜，看上去已很有些年代，倒是很合楚正的眼缘。在常人看来，这2样东西实在烂得有些离谱。楚正每样花了40灵币，加起来还不到1块下品灵石。这2样东西倒是可以带在身边。要去的那片矿山，不是在幻灵山脉之中，检查的没有那么严格，储物袋肯定是带不了，但2样残破法器带着，不会有人注意到。楚正正要准备收摊，头顶蓦然传来一声询问：“这个你收不收？”楚正闻声抬头，瞥了一眼，打量了片刻后，不禁有些讶异，眼前是个半大少年，不过16、17岁，跟楚正的实际年龄相差不远，身子骨看上去还未长开，有些瘦弱，一身洗得发白的淡蓝长衫，身上带着股浓郁的书卷气。这是来到此世后第一个让楚正一眼看上去便知道这是个读书人，而且这少年郎是个凡人，丝毫武功都未曾练过的凡人。这样一个人出现在城东这个地界，委实有些奇怪。此地往来的，除了修行者，也基本都是武师，根本看不见凡人。少年手中双手捧着个2尺余长的匣子，神色迟疑，似是有些踌躇。拿来看看。楚正对于读书人天生有些好感，当即抬手自少年手中接过匣子，打开，匣中躺着一柄木剑，只剩下大半截，剑尖连带着半截剑刃消失无踪，裂口处布满了焦黑纹路。天罡剑6阶残躯闪，试探性的伸出了5根手指，5块下品灵石，成交。楚正没有在这个价格上拉扯的心思，直接点头应了下来，取出6块下品灵石递了过去。这是何意？少年看着多出的1块